欢迎来到 TGN Star News 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王一博宁波站票务迟迟未释，车队内部悄然传出重要消息，赛车不是游戏，少一场或至前功尽弃，资本与规则的较量才是背后真相。5万张门票秒空，尖叫声盖过 V8 引擎，王一博从第24位狂超6车，圈速提升近1秒，硬核表现让老车迷掐灭烟头。宁波站门票难产背后，是车队与年度积分的生死博弈。这不是作秀，是拿命拼的 0.1秒进阶。5月22日宁波赛道见真章，5万张门票秒没，最高将近6000块的包厢票，连个响都没听见就售罄了。看台上90%都是女的，尖叫声硬生生把 V8 引擎的轰鸣都给盖了过去。你以为这是哪个顶流歌手的演唱会？这是上海国际赛车场。那天上海的赛道边上，平时看惯了光膀子大汉喝啤酒的老车迷估计都懵了。这帮女粉丝是真能喊，硬是把一项冷门的极限运动给搞成了那场狂欢。有人骂骂咧咧说真正的车迷连票都抢不到，全被饭圈占了坑。但这事儿你真怪不到那个戴头盔的人头上。85号赛车起步排在第24位，在这个位置发车，前面一堆车扬起的尾流和灰尘能把人视线挡得死死的。换个来镀金的明星，估计就稳稳当当跟在后头，全虚全尾的跑完，下车跟粉丝挥挥手，发个通稿吹一波就完事了。王一博没这么干，引擎声跟打雷一样，他眼盯着前面的弯，油门踩得极狠，轮胎挠得的声音尖锐的刺耳。28分钟超了6辆车。正赛第2回合，全场第15名， GT3 组别第4名，圈速定格在2分03秒171。懂行的老炮看到这个数据，手里的烟估计的停一下。这个圈速比他去年快了将近1秒钟。在赛车场上，快1秒是什么概念？那是无数个弯道里拿命贴着路肩蹭出来的，是晚刹车0点几秒硬挤出来的。电视转播画面遍布了人，起步紧贴前车，过弯车身都晃了，硬是死死咬住地没飘出去。从2分03秒791，一圈一圈往下掉，干到03秒357，连续4圈都在提速。这哪里是来作秀的，这是来砸场子的。不过上海站的热闹还没退下去，宁波站这边却透出了一股子诡异的气氛。按理说上海站赚得盆满钵满，资本的镰刀早就该挥向下一站了。可宁波站的门票迟迟不开，粉丝群里天天有人问到底办不办。车队内部悄然传出关键风声，别等了。咋回事？放着大把的钞票不赚了？这就要说到赛车这项运动最冷酷的地方了。他根本不在乎你场外有多少人尖叫，他只认规则和积分。王一博今年要参加的是全年4场比赛，赛会规矩摆在那儿，少跑1场，你前头拿的积分全的打水漂，全年的努力直接清零。车队算盘打得震天响，这笔账谁都看得明白。人气能当饭吃，但人气换不来年度排名。宁波站要是单纯为了走个过场圈粉丝的钱，大可以随便弄弄。但车队传出这种风声，反而透出了一个底线，他们是真拿这当正经比赛在跑，是在死抠年度规则的字眼。这已经不是1场2场比赛的输赢，这是资本运作跟硬核赛车规则之间在掰腕子。你想拿总积分，就得把4站跑满，缺席或者退赛的代价太大。车队内部比谁都清楚，王一博现在的状态好不容易找回来了，
绝不能在场外因素上栽跟头。回看上海站那场比赛，你就能明白车队为什么这么谨慎。赛道上什么鸟都有，旁边那些职业车手根本不管你是不是大明星，遇到个防守凶的，直接关门挤你。85号的车也被刮伤过，甚至赛后还有人倒打一耙，说是他们全责。这种心理战阴得很，换个脾气暴的可能就急眼了，换个胆小的可能就让了。王一博没慌，教练在维修区打了个简单的手势，再上场，这小子的战术反而更激进了。刚开始还保守着找节奏，中间阶段直接上去抢位置，长距离跑下来稳的一批。工程师在后台看着数据值点头，这心态绝对是被骂出来练出来的。下车的时候，镜头对脸拍，满脸的汗水混着油污，黑乎乎的，没有招牌式的微笑，眼神冷得吓人，低着头直接找工程师对数据，声音压得很低，动作干脆利落。记者凑过去问他圈速提升了啥感觉，或者被撞了委不委屈，他倒好，没几句废话，就一句有点不舒服，比赛难度大了些，但我还是会专心开车。或者干脆聊赛道节奏和超车安全，一点表面功夫都不愿意做。其实这几年圈子里对他玩赛车一直有争议，有人觉得就是年轻人图新鲜，玩票性质。可你翻翻履历，从珠海第一次参赛拿冠亚军，到去年宁波下大雨，视线差的跟瞎子一样，他跟队友愣是拿了个亚军。那场雨战，他刷出了全场最快单圈，弯道 G 值标到了 2.3 的 G 值，普通人坐上去连脖子都抬不起来。再到这次上海，从24名一路杀到15名，这眼神一场比一场狠。以前可能还有点生涩，现在完全是老油条的跑法。通过后视镜看情况，微调车身，吃前车尾流，然后猛打方向盘，一脚油门超过去，车尾飘着也能拽回来，那种敢跟人拼刺刀的劲头，装是装不出来的。赛车这玩意儿，技术占4成，心态占3成，细节占3成。能在季前测试2分02秒332的底子上，在正赛乱战中把圈速再提上去，起步、过弯、长距离保持高度专注，这小子背地里吃了多少苦，只有他自己知道。粉丝的狂热对资本来说是摇钱树，对他来说其实是个巨大的包袱。跑好了，那是应该的，毕竟你车好团队好，跑砸了，全网嘲笑，说你个戏子还想来赛道装逼。但他硬生生把这包袱扛下来了，还把它变成了动力。他不爱搭理那些只看热度不看成绩的人，他只信手里的方向盘。所以再回过头来看宁波站门票难产这事儿，别天天盯着售票网站刷新了。车队精着呢，他们要的是全年成绩，不是一场狂欢。如果在购票或者赛事安排上有什么变故，那绝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妥协或博弈。真正懂行的老车迷看到这种消息反而心里有底，这说明团队没飘，脑子还清醒。遇到这种场外乱七八糟的事，唯一的反击方式是什么？就是用数据说话，就是把圈速再往上提，就是不管从哪排发车，老子都能杀出来。5月22号，宁波国际赛道，到时候如果85号赛车能再破个记录，看台上的声音绝对比上海还要响。这小伙子没让那90%的尖叫声变成笑话，他把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全扔在了维修区，自己戴上头盔，用命去拼那0点几秒。接下来的宁波站到底会是一场无声的博弈，还是又一次赛道上的狂飙？咱们这些老球迷
就搬个马扎坐前排，等着看戏吧。